曾几何时，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籍，有些人还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失去国籍等等。但是现在，你可以走捷径，直接花钱买国籍，通过投资移民轻松成为某国的公民，进而拿到护照。也许你还在纠结移民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的某个国家的时候，殊不知道啊，发达国家公民在配置第二本护照的路上已经早早布局好。成为世界公民，移民不移居更是很多人的新选择，因为有多重的身份和国籍组合，抵抗风险，实现更加自由的人生。英国金融时报专业财富管理 PWM 杂志在去年8月发布了第6版全球公民指南 CBI 指数。 CBI 指数是一项衡量国家护照移民项目质量的指数，由 PWM 杂志来发布。该指数考虑了以下9个支柱：全球通行权、生活水平、最低投资支出、移民间或者说是最低停留要求、公民身份申请效率、申请难度系数、尽职调查、家庭友好度和移民政策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啊，快速入籍项目当中，加勒比5国护照计划在 PWM 排名中包揽了前5名，而这5个国家组合而成的国土面积加起来，也就相当于咱们上海面积的1/3。这样的迷你小岛国，具有着庞大的资产配置、税务规划、身份安全的属性，甚至去年美国公民申请的入籍数量都增加了整整9倍。接下来，芬迪姐将通过 CBI 指数的9大支柱来分析和对比这些快速入籍项目的差异和优势，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更多的启发。我是大家属于的芬迪小姐姐，海外移民投资圈14年经验。视频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还要打开小铃铛，别错过每一期的干货知识分享。加勒比护照移民项目允许外国人在满足特定条件后获得该国国籍并拥有该国护照，这为投资人呢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旅游、商务和居住的权利，同时呢也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更加重要的经济收益。加勒比岛国护照有以下7大优势：第一，申请获批快，那拿到整个的这个护照的话，大概的时间会在6到8个月。2，无需面试或者语言测试。3，无需居住在该国即可获得其公民的身份。4，免签证前往其他申根国家。第5，允许在英国逗留的时间为每次6个月，因为这些国家都是英属的殖民地。6，公民无需缴纳税款，无财富、礼物、遗产、外国收入或者是资本利得税。7，对利润汇回和进口资本没有任何的限制。护照的全球通行自由度估计了每个国家护照的相对实力，它使用3个加权因素来衡量：旅游免签、商务免签、他国居住权的延展性。这5个加勒比岛国国家平分秋色，均获得了7分，其中圣吉斯和尼维斯可以免签或者落地签的国家数量最多，为156个。第2，生活水平。从历史上服务过的所有的客户呢的平均需求，我们来看一下，99.9%的申请者都不会考虑到这5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长期去居住，因此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到大部分群体的决策权，属于移民不宜居的好项目。这5个都拥有相似的自由度、GDP 增长和 GNI 分数。但在预期寿命、预期受教育的年限和相对安全方面呢，它们各不相同。格林纳达以平均16.9的预期受教育年限保持领先的地位。格林纳达的医学院的毕业学生高达93%的比例都去了美国当了执照的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在格林纳达的圣乔治医学院的话，它的学费非常的低廉，所以在美国每10个人当中就会有1个人来到格林纳达的这个医学院去就读。所以不论是医学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格林纳达的教育系统确实是对比其他几个国家颇具有优势。另外，格林纳达具有E2的签证属性，也就是说它多了一重可以去美国长期定居、生活、创业的可能性，这是区别于其他几个国家非常明显的优势。最低投资支出这项分数呢是基于单人的申请人最低的投资金额来进行评比的。多米尼克和圣卢西亚单人对自己投资金额的支出为10万美金，以满分10分保持榜首，紧随其后的圣吉斯、尼维斯、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均获得9分，最低捐款额度在13万美金至15万美金之间。第4，
移民监或者最低停留的要求啊，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圣吉斯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均以满分10分位居榜首。这些司法管辖权对 CBI 的申请人没有任何的履行或居住的要求。安提瓜和巴布达保持其6分，因为他要求申请人每5年至少在该国停留5天，并前往该国或者大使馆之一宣誓效忠于该国。下一项我们聊一下公民身份申请时长。那根据2023年最新的数据表示呢，这些国家的话，我们看了一下，我们以往所有的客户的话，他办理的周期的话，均平均在8到10个月拿到最终的护照就入籍。所以说我们要按照2024年最新的时间来进行评分，所以没有谁更快，没有谁更慢，平均的大概在8到10个月。第6项申请的难度程度，这5个国家均连续6年保持10分的满分。第7项禁止调查，与往年一样，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圣吉茨由于其严格而全面的要求，在禁止调查方面呢，均保持满分。这4个国家呢，都要求提供指纹或者生物识别的护照申请人资金来源等等。圣卢西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均得分是9分。在申请人资金来源方面和无犯罪记录方面呢，都要求略为宽松一些。第8项。家庭友好度，安提瓜跟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和圣吉茨的家庭友好度均保持为满分，因为除了主申请人之外呢，他们还允许申请人的配偶、18岁以下和在某些情况下18岁以上的孩子、兄弟姐妹、父母和祖父母申请人以及配偶都被包含在申请人当中。由于不允许将祖父母包括在申请人当中，圣卢西亚保持了9分的成绩。最后一个，移民政策的稳定性。多米尼克今年与圣吉茨移民政策稳定性支柱方面都得到了满分。圣卢西亚和安提瓜、巴布达紧随其后，均获得了8分和7分。原因是他们的受欢迎程度一直都很高，申请数量呢一直都很稳定。格林纳达呢紧随其后，排名第6，比 CBI 2021年指数下降了1个百分点。这反映出该计划与其他一些加勒比地区的计划相比呢，批准数量较少，而且总体声誉中等。最后在结尾部分呢，芬妮姐姐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最终分数呢排名最高的项目是圣吉茨和多米尼克并列第1，但圣吉茨项目由于新上的总理跟开发商之间有一些问题导致现在的话，这个项目的话，现在进展速度非常慢，而且新项目的推进上相对来说也比较慢，很多项目的话将暂停不再去推广了。第2的话，单人投资金额最低的话，多米尼克和圣卢西亚。第3，赴美生活工作呢，肯定是格林纳达，因为只有格林纳达具有E2的属性，所以如果你要想去美国的话，那格林纳达一定是首选。第4，护照更名属性，这5个国家的护照均可更名具体区别呢可以参考视频中列举的细则。格林纳达相对来说呢更具备隐私性，不会显示曾用名。圣卢西亚护照可以在显示的时候同步改名，首页不显示曾用名，但会在第3页显示。格林纳达护照需要在办理1年后才可以申请改名，也不会显示曾用名。圣吉茨护照可以改名，但是会一直显示曾用名。安提瓜护照更改护照上的名字前，一定要拿到中国的改名文件。那最后一点呢，从与中国是否建交国来看的话，格林纳达、多米尼克、安提瓜是建交国，如果有赴中国业务或者探亲访友的话，免签中国这一点还是相当方便的。今天呢，通过权威测评对比了加勒比的5个国家的护照项目，你们感兴趣哪个国家的详细使用方式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芬妮姐姐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解答。那我们下期见喽！